吃人肉不管是在任何时代或者任何背景下都是被禁止的，也是在人类所有的行为里最可怕的一种。但是可以想一下，为什么我们从动物、植物到昆虫都可以吃，却唯独对吃同类这么抵触？那甚至可以说啊，在全世界的任何地区，这种行为它都属于禁忌。那当然啊，在历史上也确实有一些时期因为战乱或者饥荒出现过吃人的案例，但是那些吃过同类的人，他们可能会面对非常可怕的后果。大家好，今天聊吃人肉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那虽然在现在的社会里啊，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吃人的行为了，但是在自然里还是有很多动物会共食，也就是同类相食。那尤其是在昆虫的世界里，这种同类相食的行为基本上每天都在发生。那比如我们都知道的两种昆虫，螳螂跟黑寡妇蜘蛛，那它们算是典型的了啊，就是在交配的过程中，雌性会把雄性吃掉，这叫做交配共食。再比如像蟑螂或者毛毛虫这种食欲很旺盛的昆虫，那它们在缺少食物的时候啊，就会选择吃掉自己的同类来维持生命。这其中还包括了像鸡或者仓鼠这些小型动物，在极端的环境下也会吃掉自己的卵或者幼崽来保证母体的生命。而人类从考古学和历史的记载来看，确实也出现过吃人的事件。那比如在法国发现的尼安德特人，他们的骨骼上就有非常明显的用钝器切割的痕迹，这也就代表这些尼安德特人可能真的吃过自己的同类。而距离我们最近的疑似吃人事件，应该就是发生在1994年日本的痔疮漂流事件。它大概的内容是啊，一艘日本的船因为风暴的问题啊迷路了，那后来没有吃的东西，船长为了生存就把船员的尸体给吃掉了。我相信啊，很多人都听过部落的食人族，对吧？那这个世界上它到底有没有食人族，可能很多人都被欺骗了。那所以今天我们就仔细的去分析一下。那比如卡尼布尔食人族这个词儿的起源，就是殖民者他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把当地的土著给妖魔化了，目的也就是为了方便以后有正当的理由去侵略人家。那据说啊，哥伦布在横渡大西洋的时候，就飘到了现在的西印度群岛，而且还遇到了当地的原住民泰诺人。那他们最怕的就是卡尼布尔人，因为据说这些人他的主要食物就是人肉。那哥伦布听到之后就推测，这些吃人的家伙很有可能就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所以就把这些人叫做卡尼巴斯。那等回到了欧洲之后，就告诉当时的高层，在一个小岛上发现了大量的食人族。那虽然这个说法没有任何的证据啊，但还是在瞬间的就传遍了整个欧洲。一直到了1980年的时候啊，人类学家跟历史学家才证实了当时欧洲流传的那些关于食人族的谣言，基本上全部都是被伪造出来的。那现在知道了，欧洲根本就没有食人族，但是在历史上也确实出现过一个食人的群体。那这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生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的弗雷族。那它是一个比较神秘的族群啊，因为在1940年之前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这个族群的存在，直到澳大利亚的一次人口调查，才让这些弗雷族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而发现他们吃人的是当时的人类学家跟传教士。那主要是因为这些弗雷族他们有很多习俗是跟我们正常社会不一样的，而其中最让人感到恐惧的传统，就是他们在亲人去世之后，不是像我们一样进行火化，而是会把遗体整个吃掉。但有一点啊，这些弗雷族在平常的时候是不会吃人的，只有在葬礼的时候才会。那这个仪式它可能有点血腥，说出来也过不了审。那想知道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弗雷族的文字版。那而且他们在分解尸体的过程里，还会让孩子在一边观看或者帮着清理遗体。那这些我们无法理解的行为，在他们眼里就是对死者最大的尊重，因为他们相信在食用亲人的身体之后，亲人的灵魂就可以回归到活着家人的身体上，也就是说死者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的存在，跟家人保持联系。但让人想不到的是，这种吃人的行为却引发出了一场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瘟疫——库鲁病。那这么说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病是什么，但换一种说法你就知道了，它是软病毒引发的神经系统疾病。但神奇的是啊，软病毒虽然叫病毒，但它本身却不是病毒或者细菌，而是一种结构异常的蛋白质。
那它主要就会引起正常蛋白质发生错误的折叠，变成链状的聚合体，跟癌细胞的可以无限自我复制是不一样的。软病毒它是同化正常细胞中的蛋白质，开始无限的在全身扩散，而不是复制。那结果就是对大脑的神经组织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那就算到了现在，也没有任何的手段可以阻止或者治愈这种异常蛋白质的传播，而且一旦发病，基本就在半年到2年之内是无可救药的。那除了这些啊，软病毒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特别的耐热，跟其他的病毒和细菌不一样，它不含 DNA 也没有 RNA。一般常规的高温对软病毒来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哪怕你用100度的水也不会让它失去活性，甚至在实验中用121度的高压蒸汽处理了1个多小时，依然灭不掉软病毒。所以就算把人肉煮熟或者烤焦了，也会有被感染的风险。那如果真的被感染了，首先会出现的症状就是包括肌肉无力、行走困难，这是因为小脑已经受到了损伤。那紧接着就会出现持续性的颤抖。而好玩的是啊，库鲁这个词儿在弗雷族代表的就是颤抖病的意思，所以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发现了这种疾病，那只是弗雷族不知道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疾病。等到了下一个阶段，出现的就是语言障碍，中期肌肉无力，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协调能力了，情绪不稳定的同时，还会经常的出现抽搐或者无缘无故的发笑。那这也是库鲁病的另一个名字啊，叫笑病。那到了最后阶段，得了库鲁病的病人会彻底的丧失语言和行动能力，那甚至连最基本的吃饭都做不到，所以一般都会因为营养不良、褥疮感染或者肺炎离世。而软病毒最可怕的是，它的潜伏期基本都在10年到20年左右，那有些人他的潜伏期甚至可以高达40年以上。但万幸的是啊，现在已知的最后一位软病毒的患者在2005年去世了。那虽然库鲁病主要是通过吃人传播，但根据研究，也可能会通过一些开放性的伤口传播。因为在弗雷族，许多女性她们在处理尸体或者参加仪式的时候啊，手就被划伤后就感染了软病毒。知识点啊，只有携带软病毒的个体才有传染性，也就是说，这个人他体内没有软病毒，那就算吃了也不会引发库鲁病。而弗雷族在20世纪初期开始大规模的感染，就是因为食用了带有病毒的携带者，才传染了整个族群。那最后啊，只要吃下带有软病毒的人肉，就注定一定会被感染。但也不用担心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因为我们的国家是非常的安全的。